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年呢，在各家高阶电视的发布会当中，我们会看到有几个重点哦。那第一个就是所谓亮度的再提升，第二个呢就是 AI 技术的加入，那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抗反光。那抗反光功能，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很需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经验啊，就是你在大白天的中午拿出你的手机，你会发现你的手机要调得非常的亮，你才看得到画面的内容。如果你的手机画面没有调亮，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那很多的客人其实他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疑惑或者疑虑，他就说：我在这个展场看到这台电视，其实我觉得画质不错，但是我家的客厅旁边有一扇落地窗，加上我室内的采光其实比展场还强。那我这台电视买回去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很严重的光害影响？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这个三星最新款所推出的这个 S95D QD OLED 旗舰电视，就在我的右手边呢。好，那也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说，这也是少数我可以在白天录制，以及我的摄影灯可以乱摆的一集哦。什么意思呢？大家以往看我拍电视的时候，我都要在晚上，就是整个关电之后，都没有人了，然后外面的就是没有光照进来，我才去做拍摄。因为其实如果你在白天拍摄的时候，第一个是室内的灯光，第二个是所谓的摄影的灯，都会造成一些光害的影响。那大家要知道，以前我在晚上拍摄电视的时候，我光我的那个摄影灯的位置，我就要调很久，因为只要弄不好，大家就会看到目前我身后有一台三星的这个98寸的电视，它的萤幕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光圈呢，这就是摄影的灯位置没调好的时候，就会在电视上面留下一个非常大的反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以前看我拍电视的时候，我调灯，然后调整个环境的亮度就要弄很久。但是呢 ，S95D 呢，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右手边呢，它的画面是几乎没有被这个任何的室内的灯光没有被我这个摄影灯所影响到的。所以我会说呢，今年的 S95D 在视觉上呢，也许它的规格上大家会看到很多的数字，但我必须要讲，它实际上看到会比那些规格上数字提升来的震撼的多，这样子。好，首先在于这个 QD OLED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其实我们在去年 S95C 以及 S95B 的影片里面就有讲到说，三星他们把这个传统 OLED 的一个发光结构，借由这个量子点的材料去做一个改善。其实我们之前有讲到，一般的电视的结构，它就是有一个背光层嘛，然后接着呢，它因为背光层是白色的光，那怎么去发出彩色的光呢？它就要去打向一个所谓的绿色层 （color filter）。那这个 color filter， 他们在以前的结构，传统的电视里面，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光白光今天100%的强度，你打向这个 color filter， 它就只剩下也许20% 或只剩下10% 的亮度，所以你的光有很大的部分都被这个绿色层所吸收了。那这个量子点材料呢，他们所做成的一个量子点膜呢，其实它对于光的穿透率上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就例如你给它100% 的光，它可能可以穿过剩下80% 的光，所以它们本质上从理论上，从它整个架构来讲，它的亮度是比传统 OLED 还亮的，甚至可以逼近这个 Mini LED 的机型。好，那待会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的画面来做一个比较。那接着在外观的部分，其实S95D 它跟去年的 S95C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它的薄度还是一样的薄。然后呢，它一样有附上这个美型极限器，就是基本上三星的这个高阶的电视部分型号，你的接线呢可以变得更加的自由，因为它就是一个接线盒，那借由光纤线跟电视连接，所以你的电视的薄度可以减少，然后你的接线也不用，有时候很多客人他们会觉得说，电视如果今天壁挂了，那我要接音响啊，我要接一些视讯器材的时候，其实比较麻烦。那有这个美型极限器，其实很多事情都变得方便了许多。那特别一提的就是说，今年的这个三星的 S95D 呢，它的一个 HDMI 孔4个都做到 4K 144帧的一个规格哦。那坦白说 4K 144帧，如果以电脑主机的玩家来讲，你大概明年用上这个次世代的显示卡跟新的一个 CPU 就有机会体验到。但是以家用游戏主机来讲，我觉得这都还是3-4年以后的事情。但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目前呢，三星 S95D 他们也是应该说唯一就是给到了这个5年的全机保护。这不管在台湾的旗舰电视、入门电视，
中阶电视，基本上是没有厂商给出这样的一个保护承诺的。所以就算3年之后，佳基才出了这个4K 144帧的版本，其实你的电视到那个时候也是用得上的。那既然讲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看，因为我手边刚好有一台65寸的 QN90C， 它是一台去年的 mini 的 LED 机型，是高阶的嘛。那大家很多人就好奇说 ，QD OLED 跟 mini LED 到底亮度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所以我们就来拍摄一个对比的画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哦。Urgence suivie à l'autorisation de laisser passer. Le préfet ordonne une présence des forces de police derrière Notre-Dame. Terminé. Caro pour Adil. On a été retardé. On sera sur zone dans 10 minutes. Terminé. Bien reçu. Encore une vingtaine de mètres. Adama, passe-moi le propagateur. Voilà, mes chers concitoyens. Certains en ont rêvé. Beaucoup en ont parlé. Je l'ai fait! Guess you're not getting my army! Is this what you came for? I am on you! It is on like Donkey Kong! You're about to pick on someone your own size. Yeah! I guess he got the wrong mushroom. Ooh. 好，那看完电视的比较画面之后，就来分享一下 S95D 的观看感受。其实三星并不是没有用过这种抗反光的荧幕，在之前的这个美学电视上面，三星就有采用。但是因为美学电视它的亮度跟彩度比较低啊，所以你在用这个美学电视看电影的时候并不好看。那S95D 呢，可以说是全球第一款在那么亮
然后彩度那么高的情况下，采用这个抗反光的一个萤幕。那我当然相信有些人会说，传统亮面萤幕关灯看感觉更通透一点。但是我相信，其实你现代人使用电视的场景是多元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周末的中午或下午你要看电视的话，那 S95D 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可以说是受到非常少光害影响的一个画质表现。因为我做过实验，基本上你只要是间接照明一次反射的，那你几乎感受不到光害。那如果是直接的灯光的话，它也比一般传统电视，我觉得减少了7-8成的一个干扰。但我相信三星的 S95D 它是算是三星的一个实验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抗反光到底市场的接受度高不高？因为这抗反光萤幕为什么没有用到全线的产品上面？第一个就是它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怎么样，第二个因为它这个是有些成本的嘛。但是呢，我觉得今年的三星95D呢是非常值得你到现场实际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这种感受呢，你大概在以前都不曾体验过。好，那我是 Alan，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